在上集影片里，我们介绍了监控资本主义的过去。这支影片里，我们要来谈谈监控资本主义即将带我们走向怎样的未来。那因为这集影片的内容也会跟上集有关，所以可以先看过上集的影片，再来观赏自己的说书哦。皮尤研究中心发现，1995年后出生的 Z 世代年轻人，有 95% 的人会用智慧型手机，45% 的人几乎从早到晚都挂在线上。而另一份研究指出，英国青年女性有 35% 的焦虑来源源自社群网站，看到别人在脸书 IG 上的完美人生，就觉得自己生活不完美，仿佛要有很多赞才代表自己在社交市场上多有价值。但作者就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其实脸书的动态消息在2006年才上线，原本是必须到好友的页面才会看到好友的更新贴文，但动态消息出现后，好友的更新会自动跳出来，这在当时造成成千上万名使用者反对，认为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但是现在我们却希望让越多人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因为脸书设计了按赞功能，让动态消息变成了社交注意力的战场。脸书首任总裁 Sim Parker 就承认，脸书为了追踪行为剩余，增加监控收益，原本的设计就是构思一种心理操控，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你一点多巴胺刺激，这些刺激会以赞留言的形式通知你，让你对脸书上瘾。但心理学家发现，对脸书上瘾严重影响了年轻人的心理发展。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 Robert Kagan 就指出，年轻人的自我感来自于他人的观看，我必须透过让其他人喜欢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年轻人要能够过渡到成年人的心理阶段，就必须去区分自我与他人，来发展出自我认同。长大的意思不是意味着要完全独立，而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主性，同时又能够与他人有足够的连结。心理学家称作关系自主，就是让人际关系跟自主性之间能够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监控资本主义为了收益，希望大家都一直挂在网上，这就导致还在发展人我关系的年轻人会心理失衡。他们一方面要求别人不断的观看，另一方面又不断观看别人的生活。如果一篇贴文没人按赞，简直就是公开的惩罚。心理学家甚至发现，这种社会比较的心态有害青年的身心健康。越常浏览脸书的人，会有越多的社会比较心态，也会造成越多的不满、嫉妒跟忧郁的心理。每天为了根本不认识的追踪者，烦恼着要怎么经营自我形象，结果心理健康的起伏就随着按赞分享的高低起伏。所以心理学家的结论是，滑脸书无助于身心健康。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脸书的设计其实已经违背了第二现代性的承诺。原本承诺我们网络是让人可以创造自己的人生，但是现在大家都是为了满足在脸书上想象的观众，去改变自己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生。而这个结果正是脸书想要的，只要大家越焦虑，越努力在脸书上发文争取更多的赞，脸书就可以得到越多的行为数据，赚取更多的监控利益。上集影片播出后，有些网友会留言说，那如果人家免费给你服务，你也免费给人家数据，这本来就很合理啊，反正就算发广告给我，我还是有自由可以选择不买啊。但是作者就指出，监控企业为了赚取最大利润，不会只停留在广告收益，还会想办法诱发你做出特定行为。例如 Google 就发现，游戏化是改变人类行为最好的方法，所以 Google 的人就去创建了一家游戏公司 Niantic， 开发了一款名叫 Ingress 的攻塔游戏做实验。发现只要把真实世界变成游戏版图，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改变玩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路径。玩家只会以为自己是到特定地点攻塔守塔，而这款游戏其实就是为了开发精灵宝可梦 Go 所做的初期实验。精灵宝可梦 Go 在2016年7月发行，大量的游戏人潮在1周的时间内就让酒吧业者销售额上升30%。Niantic 因此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跟日本3000家麦当劳还有美国12000家星巴克合作，把这些商家变成道馆，就会有大量玩家到商店里消费。你以为你是精灵宝可梦里的玩家，其实 Niantic 跟这些商家才是真正的玩家。收服大批人潮后，把玩家驯服成消费者，让你做出他们想要的商业行为。美国的电玩研究专家 Ian Bogost 就认为，这种把行为操纵当成目标的不叫做游戏，应该叫做剥削工具。所以这里的问题就在于，玩精灵宝可梦 Go 的玩家认为自己在游戏里是自由的，可以抓取任何他想要的宝可梦，但是在现实里，玩家会走进哪一家店，却是被监控企业设定的道馆、撒花地点决定好的。那么这样到底人们有多大程度是自由的呢？哲学家汉娜·厄兰就认为，未来的主要特质就在于它根本不可确定、不可预测。
我们必须靠自己的计划跟意志力，努力实现某个我们想要的未来。而这种努力创造未来的自由，恰好就是源自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监控资本主义为了赚取收益，却试图去除这种不确定性，剥夺了人们的未来式权利。那么未来变成确定性的我们，还称得上算是自由的吗？有些人可能会说，虽然监控资本主义做了许多行为操控手段，但至少不像苏联、中共这些集权国家的监控会让你直接被消失。所以比起来，监控资本主义还是比较好。那作者认为，虽然 Google 跟脸书现在常常被称作数位集权，但我们不能用20世纪极权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当今的监控企业，因为极权主义的特点是用党内的归属感来推动国家事务，所以人民要彻底忠诚于党。若有人敢违抗，就会招致暴力手段。但是监控资本主义却是一种没有恐怖的暴力，它不会强制要求你做某件事，而是用数位环境来刺激你，触发你做出某种行为，而且你完全不会觉得自己被控制，反而觉得自己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但其实在数位世界里，早已经被形塑成满足企业利益的工具。作者把这种比极权主义更高干的操控手段称作机器控制主义，就是为了预测、修正、控制而将人类行为机器化，仿佛人只是接受指令的机器人一样，监控资本家给什么指令，人们就会怎么动作。目前致力于开发机器控制技术的先驱人物，就是 MIT 媒体实验室的资讯科学家 Alex Pentland。近10年来，他试图创立一门社会物理学，将人类的行为资讯完全数据化，然后用这笔大数据资料来改造整个社会。例如在2009年，他们让24名员工穿戴感测器，搜集他们的个人行为、社交模式、说话的亲和力，再将这些数据整合成一个企业度量板，让主管可以随时监控，借此纠正员工行为，提升整个公司的绩效。后来美国银行的主管用了这套系统后，就把休息时间安排在同一时段来增进员工互动，结果产值1年就提升了1500万美元。所以 Pentland 就更进一步设想，如果把这种机器控制用在整个社会呢？像是你才刚生病，电脑就侦测你的生物指标，帮你安排好健康检查。你才刚到公车站，公车就直接出现。Pentland 甚至宣称，这套社会物理学可以创造一个没有战争、金融危机、疾病传染、交通阻塞的世界。虽然听起来很理想，但是这立刻会引发一个问题，就是由谁监控？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只有监控企业看得到我们的行为数据，人工智慧能够不断利用我们的数据来学习、更新演算法，但我们的数据如何被夺取，我们却一无所知。作者把这种知识的不对等称作社会学习分化。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更大的问题是，机器控制系统可以利用数据流来让人随波逐流。像是脸书在2010年美国国会期中大选时，就偷偷做了一项实验，改变6100万个脸书用户的动态消息，其中一组会看到鼓励大家去投票的讯息，还有哪些朋友也去投票；另一组则只会看到鼓励大家去投票的讯息。结果发现，向用户显示朋友投票的讯息，可以显著提升动员效果，增加34万人去投票。在2014年，脸书又暗中对68万用户做了一项情绪感染实验，一半的人会看到动态时报呈现较多的正面消息，另一半的人会看到动态时报呈现较多的负面消息。结果显示，两组用户的情绪状态都不知不觉受到了影响。原本资本主义都预设人是理性自立的动物，但是从这2次脸书的大型社会实验就可以看出，其实人并不是那么理性的经纪人，而是容易受群体行为影响的模仿人。当我们知道朋友都有去投票时，就会有社会压力，改变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知道朋友都过得很负面时，就会有社会感染，改变我们的情绪。但如果脸书可以操控情绪、策动投票，未来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如果未来必然会照着监控资本家的剧本走，那么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自由？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件事情，如果按照机器控制主义的这套计划，未来这些监控企业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作者就认为，机器控制如果发展到极致，可能就会像现在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了创造理想中的和谐社会，中国开发了一套线上监控系统金盾工程。一旦你在网络上的讯息出现敏感字眼，像是64天安门、西藏独立、台湾独立，中国的网络侦测器就会停用你的网络账户。而近几年，中国更开发一套社会信用体系，透过监控技术来掌握公民与企业的所有资讯，包括你去哪里、买了什么、认识了谁，试图透过国家改造公民的方式来建立一套诚信文化，解决中国社会充斥诈骗、缺乏信任的问题。连你也
在骗人？那你是什么羊？所以在2015年，中国央行推出一项计划，要各大电子商务企业用大数据分析做出个人信用评分。例如阿里巴巴推出芝麻信用，透过各种数据分析你的人格，像是念什么学校、开什么车、消费习惯都买什么、缴账单准不准时，还有你交友圈的品质。这样一来就可以评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短短2年的时间，芝麻信用就累积了4亿用户，控制了这些用户各方面的生活。接着芝麻信用又与中国政府的社会信用体系合作，这个体系里面有一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你如果被加入这个黑名单就会遭到惩戒，像是不能买机票、火车票，不能买房，小孩不能读高级私立学校。被这种信用评分登记上黑名单的人发现，这套系统会带来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如果你的信用分数降低，好友怕被你影响会删你好友，结果演算法注意到你少了一个分数高的好友，又会降低你的信用分数。那作者就认为，虽然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但我们难保西方监控企业未来不会朝这个方向前进。例如美国的一家情报公司 Geopedia就是专门追踪社运人士，像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然后计算这些人的威胁评分，再把这些资料卖给美国的警察局。所以中国跟西方的监控系统差别是在于，在中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特定秩序，国家利用机器力量控制人民；在西方则是为了保证市场的商业利益，企业用机器力量控制人民。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是，监控资本主义的未来是要中国化还是要民主化？上集影片播出后，有些网友会留言说，你们在那边批评 Google 脸书，结果自己还不是用得很开心。这种说法其实完全误解了批评的意义。作者批评监控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反对监控，而不是因为他反对科技。那我的立场也跟作者一样，关键在于如何让科技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企业服务。那所以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就提出了3个重点，告诉我们如果要改变监控资本主义，未来有哪些可以努力的方向。第一点是改变监控资本主义的社会学习分化。资本主义在18世纪出现时有个关键特色，就是自由市场是源自于无知。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早的构想是，之所以要有自由市场，不能有其他力量干预，是因为没有人有办法知道市场的全貌，所以要让市场运作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考量来做决定，这样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供需，使社会朝向最大利益。所以资本主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在每个人都对市场无知的情况下，却反而让市场能够有效运作。但是现在监控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这样了，因为监控企业可以预测消费者行为，甚至用行为修正手段制造消费需求，同时又可以把行为数据卖给企业来制造供给。所以监控资本家对市场几乎是一种全知状态，而一般大众却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数据。这种不平等的学习分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权力完全不对等。以前自由市场的前提是大家都无知，市场会自我调节，但是现在监控资本家是全知，还享有跟以前一样的自由。结果监控资本主义反而变得很像极权主义的那种计划经济，完全随心所欲的操控市场。那第二个必须改变的事情是，将监控资本主义转型为互惠式经济。以前20世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可以运作比较好，是因为整个社会成员彼此有互惠关系。例如福特给他的员工高薪水，让他们有消费能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市场上购买福特制造的汽车，公司利润提升，又可以反过来改善服务品质，带动员工薪资成长。但是监控资本主义却只追求利润，断绝了这种互惠关系。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你觉得脸书改版后有变比较好吗？脸书的高阶主管 Andrew Bosworth 就直接承认，大家都在使用的产品才是赢家。Google 跟脸书都只是想网罗更多的用户，而不是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假新闻，不管内容资讯有多少错误，只要有助于增加点击率，监控企业的演算机制就会偏好散播更多的假新闻。有学者估算，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网络上的假新闻跟错误消息流通量多达7亿6千万，等于每个美国人平均读到3则假新闻。Google 甚至曾经为了广告利润刊登非法医药广告，结果被美国司法部罚了5亿美元。所以其实监控企业已经违背了自己原本的承诺，原本声称收集行为数据会用来提升服务品质，让演算机制更好，结果却是拿来赚取更多利润，甚至不惜犯法也要散播不实资讯。那最后，如果要改变社会学习分化，转向互惠式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第3点，要求民主的法律管控。
我们可以发现，过去200年来被资本主义商品化的东西，其实都有法律管控。土地有环境法，劳动力有劳动法，资本有银行法，但是最新的商品行为数据却没有法律管控。目前最严格的个资保护法是2018年欧盟的一条新法规《通用资料保护规则》，规定个人资料预设为禁止公开，而且个资外泄时必须通知当事人。这条法规上路，算是给监控企业一个震撼弹。结果在2018年4月底，原本脸书在爱尔兰的国际总部就把新版的服务条款改成由美国隐私法管辖，所以你还是管不到这些监控企业。作者就认为，未来的法律改革只有隐私权已经不够了，更应该把未来式权利视为人权之一，因为我们是史上第一次遭遇到未来被监控企业绑架的一代。美国哲学家 John Searle 就指出，人权的概念其实都是源自人类集体遭受威胁时才有的。例如，对人类来说，呼吸比说话更重要，但是为什么法律上没有订立呼吸权是人权，而只有言论自由是人权？因为言论自由在历史上曾经遭受到威胁，正是有失去权利的经验，才让人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就像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资本主义破坏了自然生态，所以让我们知道必须立法规范，才能给后代永续的环境。现在数位革命开启的监控资本主义，则威胁了人类的开放式未来。我们面临的恰好就是未来式权利遭受威胁的时刻，所以必须用有创意的集体行动来填补这个法律监控。而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监控企业的内幕，还有如何挑战监控资本主义，你一定不能错过这套书《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起理解我们到底身处于什么样的资讯时代，才能一同打造民主的数位化未来。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以抽《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实体书1本哦。